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刘诗诗剧热度稍减，诚意狐妖小红娘王权篇将何去何从？来聊聊。家人们，咱娱乐圈最近又有大动静啦！由刘诗诗和张云龙等主演的漫改剧《淮水竹亭》，那可是让大家盼星星盼月亮，好不容易才盼来的。剧一开播，好家伙，直接就拿下了首播纪录。当时那架势，感觉热度破万都是板上钉钉的事儿。谁能想到啊，这才没过去几天呢，淮水竹亭的热度就跟坐了滑梯似的，一路往下掉。再看看数据，不但没涨，反而还降了不少。这么看来呀，这剧首播的热度，估计全靠云包场和明星们的号召力撑着了。弃剧的人那是相当多啊。再瞅瞅这剧的口碑，在网上那叫一个两极分化严重。真应了那句话，可别太早开香槟庆祝，一不小心就会阴沟里翻船。现在的淮水竹亭给人的感觉就是食之没啥味道，可弃了又觉得有点可惜。而且啊，这剧还被全网黑，有几个大槽点，真的是让人不吐不快。首先呢，原著里对狐妖小红娘的描写，那篇幅少得可怜。要改编成38集的电视剧，肯定的扩充剧情啊。结果呢，淮水竹亭就走上了魔改的歪路。剧里那些原本八竿子打不着的角色，居然谈起了恋爱。而且这剧里好几对 CP， 看得人晕头转向的，根本抓不住重点。还使劲儿撒工业糖精，好多网友都吐槽说，这糖精撒得太硬了，真让人讨厌。还有啊，女主角刘诗诗这次被吐槽的那叫一个狠，她的盲人演技感觉又跑出来了，观众根本就没法带入剧情。她有时候好像是想秀一下自己的古装仪态，天鹅颈确实好看，可也不能这么个用法呀，在剧里看起来就跟个机器人似的。而且她和张云龙在剧里一点 CP 感都没有，俩人站一起，感觉都差了好几倍儿，演的痕迹太重，真情实感的部分太少了。好多网友都在说，看他俩对手戏太出戏啦。照淮水竹亭现在这个趋势，感觉他要步杨幂的狐妖小红娘月红篇的后尘了，高开低走。说不定啊，想热度破万，也就是做做美梦罢了。程毅在剧中饰演王权富贵，他之前在《莲花楼》《沉香如屑》《沉香重华》《琉璃》等作品中的表现就十分出色，相信他能把王权富贵从被束缚到觉醒，为爱抗争的形象诠释得很到位。李一桐饰演青铜，他在《狂飙》《苍兰诀》《射雕英雄传》等剧中的精彩演绎，也让人期待他能把青铜的灵动和深情展现得淋漓尽致。此外，郭俊辰、何瑞贤、常华森等演员的加入，也为该剧增添了不少看点。可即便如此，鉴于前面淮水竹亭的情况，真的还是要替狐妖小红娘王权篇捏一把汗啊！看来这漫改剧真不是那么好做的，不是谁都能改编成功的。大家觉得程毅和李一桐主演的狐妖小红娘王权篇能成功吗？是会延续淮水竹亭的尴尬，还是能成为漫改剧的成功范例呢？狐妖小红娘系列前2部都扑了，程毅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。根据狐妖小红娘系列动漫改编的真人电视剧有3部，分别是杨幂、龚俊主演的狐妖小红娘月红篇，刘诗诗、张云龙主演的淮水竹亭，以及程毅、刘诗诗狐妖小红娘王权篇。本以为这3部电视剧能再创古偶新巅峰，没想到一部比一部扑。自从杨幂的月红篇扑了后，网友对刘诗诗的淮水竹亭的期待值没有那么高了。期待越高，失望越高，尤其是一姐最近几年的作品，质量在及格线上下徘徊。尤其是刘诗诗本人，年龄越大演技却更差了，现在演戏越来越端着，是怎么回事？果不其然，
从目前淮水竹亭的播出效果来看，这部剧大概率是要完了。剧情魔改，不合理又特别低智商，一解盲人式演技劝退一批人，再加上特效拉垮，还能看什么？也就只能看看里面的帅哥美女养眼了。这下杨幂可以放心了，好姐妹，要扑一起扑。因此，成毅的王权篇成了这个系列最后的救命稻草。其实，成毅的赢面还是很大的，前2部可以说是大女主剧，杨幂、刘诗诗是一番女主，被吐槽中年古偶。到了王权篇改成了男性视角，成毅是妥妥的一番男主。众所周知，成毅的古装剧在圈内有口皆碑，琉璃莲花楼等都是爆款，他的扮相跟打戏都非常出彩。现在唯一不确定因素是剧情和特效，只要这2点不是特别拉垮，成毅是有望逆风翻盘的。话说，随着月红篇和淮水竹亭的相继口碑翻车，你觉得成毅的王权篇能打破魔咒，口碑逆袭吗？天鹅颈翻车，刘诗诗新剧仪态被嘲上热搜第1，同剧孟子义成对比。就是说，没想到刘诗诗居然会因为仪态上了黑热搜啊！提到刘诗诗，都知道她一向以好仪态出圈，尤其天鹅颈似乎成了她的代表。近日，她和张云龙主演的《淮水竹亭》正在热播中，由于这是狐妖小红娘系列之一，因此备受关注。但没想到的是，新剧播出之后，第一个被嘲出圈的，居然是易姐的仪态。到底为什么啊？来看看一些网友截图，刘诗诗在剧中被指太端了的仪态，仰头看的姿势是这样的，倒在张云龙怀里是这样的。同剧的孟子义就被拉出来当范本，对比看看2人的仪态，孟子义的被赞是真的天鹅颈，而且一点也不端。不仅剧中仪态被嘲，就连之前出席活动的仪态也被审判了，都说太端了。甚至有网友评价，让他和同样被指太端了的杨洋合作。还有网友扒出他和倪妮的神图，之前2人就因为2大天鹅颈同框被 PK 了好久。刘诗诗之前曾说过，拍古装剧时会站得更挺直。